这次要讲的是 Llama Cleaner 的这一个软体，这个是一个专门用于擦除的 InPaint 软体，它可以把影像中不需要的部分很干净的擦除，操作非常的轻便，比用 Stable Diffusion 的 InPaint 更容易修改，所以这次我们要来用这个软体来做做看。首先我们到这一个网站，我们要下载的是这个 Llama Cleaner 的这个 BAT 档，因为各位没有登录的话，这里是不会出现那种下载的一个按钮。那不会的话怎么办呢？一方面就是你可以去登录，那不然就是直接复制这一段文字，把它复制起来，然后在你的硬碟里面呢，新增一个资料夹叫 Llama Cleaner 的这个资料夹，在这里我们新增一个文字档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再改档名好了。我们先进去里面，把刚刚复制的东西把它贴上去，然后把它储存起来。接下来就把这个档名做一个修改，连副档名也要一起改。完成以后，在上面双击滑鼠左键，这样我们就安装完成了。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一个网址，后面也会自动带出这个网址出来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实际用用看。接下来我们还要做一些设定。首先先看一下这个网页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关 Command Line 的一些参数。在这里我们要先做一件事情哦，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做 Disable， 不然画面会出现一些黑块。所以这个地方怎么加？就是到这里来，按滑鼠右键，选择你想用的一个编辑软体。我用的是 Notepad 加。然后在这里呢，把它加上去。我已经先加上去了，就这一段，把它加上去。那另外，我们也要装一些 Plugin。我们来看一下 Plugin 的部分呢，先把它选到这里来。我们选择第一个 Plugin 是这一个 Interactive 的这一个参数，在这里这一段，把它复制起来，然后一样在这一个 Llama Cleaner 点 BAT 这里呢，把它放在后面。那我已经加上去了，就这一段把它贴上去就可以了。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装。我想要装一下去背景的这部分，这个地方呢，把它放在 Command Line 的那个后面那里，所以把它复制起来。还是一样把 Notepad 加把它打开来，因为我刚刚没有关啊。贴上去，放在这里。然后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要做的。这里有介绍影片可以看，网址我会把它放在影片说明里面。这是超高解析度的，我们也可以把它装进去，把它复制起来，然后把它贴到最后面这里。
那这部分呢，看起来就是一个脸部的修复。然后目前我们先不装好了。好，大致就装这些，所以这个要记得存档。存档这样子，存档以后，这个就把它关掉了。然后在这上面双击滑鼠左键，它就会开始安装刚刚那些 plugin。像这种情形代表说，可能安装的方式有问题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办呢？在这边打 CMD， 它就会开启 Command Mode， 在这里输入那一个，把它打进去，然后看一下错误说明是什么。他跟我们讲说，这个东西没有被安装 ，Remove Background 这一个没有被安装，所以他叫我们先要用 pip install 这一个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pip install 怎么做。所以这边要先安装啊。然后我们到这个资料夹里面。还是一样，在 Command Mode 这里下这个指令，这样就安装完成了。然后我们再执行一次这个 llama cleaner 点 bat。我们看一下这个，然后他又跟我们讲这个没有安装。所以叫我们要安装它。好，那我们再到这边看一下，这些都可以先关掉了啦，因为刚刚每次都会自己开一个 localhost 的出来，先把它关掉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看一下上面这个 Super Resolution 的这一个，少装了这个部分，我们只有在 Command Line 里面去下这个参数，可是这里没有安装，把它复制起来。到这里来，还是在这个资料夹哦，把它贴上去。好了，安装好了，然后我们再来执行一次这一个 llama cleaner 这一个。好了，完成了。那我们看这里，重新整理一下，有了。那安装好的那个 plugin 会放在这里。我们有装这3个，所以就会在这里出现。接下来介绍怎么使用。首先，介绍整个 UI 是做什么用的。左上角这个呢是上传图片用，所以或者是你也可以用。档案总管把这个图片拖移到这里来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刚刚介绍过那个我们之前安装的 plugin 会放在这里。这里是你可以就是买给这个作者一杯咖啡。这里就是切换那一种就是暗跟亮的那一种模式。这就是快捷键。这里是设定，设定呢，我们会比较常用到的是模型。从这里可以选择你想要用哪一种模型。那一般来说，我刚刚测了一下哦，大概就是 llama 这一个模型会比较适合，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就好，维持在这里。那其他的各位可以自己玩玩看。好，那我们拿一张图来试试看。我们选择这张图好了，按开启。
这张图后面呢，头发后面有一些东西啊，看起来很奇怪，好像是一个人，又不知道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一个把它刷过去，然后它就会帮我们做计算，就直接移掉了，速度蛮快，而且蛮好看的。如果你想要还原，可以按这一个 Undo。像这个就是重复你刚刚做的。它就会再做一次还原，这样。笔刷的大小可以用这样来调整。滑鼠的中键可以这样子放大缩小，你可以卷动它的滚轮。滑鼠的中间按着不放呢，可以去拖移它、平移它，这样。所以一旦你缩到这么小的时候，你可以按这个把它放大。我们可以按这个 Redo， 它不见了。你可以按这一个，它可以让你有比较，看一下有没有？它可以让你看到改过跟没改过之前的。然后你做完以后，你就可以下载图档，它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了。所以这是很方便的，不只是我们 AI 产生的图，你就算有一些照片，你想要去掉后面的人啊、背景啊。等等，你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。我们再拿其他张图来试试看。我选择这张图好了，按开启。这边好像看起来有一个手指头的感觉，很奇怪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用这一个，我们新装的这一个。这个你可以看到，你可以选择画面上。你想要删掉的部分，或者想要修改的部分，点选这个，它就会帮我们选到了。这时候你可以按这个 Accept， 它就把我们后面的那个很像手的把它拿掉了。那另外这个部分也是很奇怪的东西，也是可以这样做。选择这个，然后按 Accept， 所以很方便，修得非常的好看。接下来我们找一张图来去背景试试看。我们选择这一张好了，按开启。我们要把背景去掉，怎么做呢？选择这个 Remove BG 这个，然后它就自动帮我们把它去掉了。但是裤子太接近，所以一起被去掉了。所以我们选择别张图试试看。这张好了，按开启。然后我们选择 Remove BG， 这张就处理得不错。接下来我们来测试另外一个，就是插件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选这一个好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插件，有放大2倍跟放大4倍，我们选择放大2倍来试试看。很明显，它已经变细致了哦。我们可以把它按一下，这样看一下，看眼睛的亮光就知道了。你也可以还原，我们把它变成4倍来试试看。所以这看起来就更细致了。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希望大家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及开启小铃铛，谢谢。